胰腺是我们身体呢比较重要的器官，而胰腺癌也是大家不可忽视的。那生活中有3个坏习惯，可能是胰腺癌的诱因，希望你尽早改正。不注意饮食。那很多人不注意饮食，经常吃一些高油脂、高糖分的食物，这样会给胰腺增加负担，时间长了就会增加胰腺癌的几率。大量饮酒。很多人因为要应酬，所以呢经常大量的饮酒，长期饮酒也会给胰腺增加负担，引起慢性的胰腺炎，从而呢导致胰腺癌风险，所以呢还是不要喝酒的好。经常熬夜。长期熬夜的危害很大，会导致内分泌失调，抵抗力和免疫力都会下降，也容易使人出现胰腺癌。所以呢，为了健康，还是不要熬夜了。除了这3个坏习惯外，有糖尿病的人也要注意，因为这类人患上胰腺癌的几率要大，所以平时呢要好好的控制血糖才行哦。有很多人喜欢拔火罐，认为拔火罐有去湿气的作用。其实除了拔罐，平时呢多注意饮食，也能减少体内湿气。可以常吃3种食物。冬瓜。冬瓜经常被用来煮汤喝。冬瓜味甘性寒，具有利尿消肿、清热的作用。那湿气重的人，经常的吃一些冬瓜，对排出湿气有一定帮助。山药。山药是常见的食材，营养价值高。山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蛋白质、淀粉酶等营养成分，有健脾养胃、生津益肺的作用。那经常的吃一些山药，能帮助排出体内湿气。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多吃一点。玉米须。玉米须大家应该都熟悉，它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有利尿、消肿、祛湿的功效。常用玉米须泡水喝，也能帮助排出体内湿气哦。温馨提示：湿气过重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，适当的增加运动，这样对。中很多人会遇到耳鸣的情况，耳边总是有嗡嗡的响声，影响生活和工作，而且长期耳鸣还会给听力造成损伤。下面呢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可以帮助缓解耳鸣。先将我们双手对搓搓热，然后用手掌心捂住2个耳朵，让我们的掌心和耳朵完全的闭合，这样坚持3秒钟，再迅速的离开。每天早晚各做一次，每次做3到5分钟。这个动作能够促进耳部的血液循环，对缓解耳鸣和大脑疲劳都有很好的作用。当你出现耳鸣时呢，就可以试试这个动作。除了这个动作外，平时还可以多吃一些活血的食物，比如黑木耳、苦荞、山楂等，有扩张血管、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，能有效的改善。相信很多人都有耳朵痒的经历，但是当掏耳朵的时候却掏不出任何东西，那这是为什么呢？很可能是暗示3个问题，别忽视了。第一个，过敏，我们全身都可能会出现过敏的情况，有些人对花粉、海鲜等过敏，就可能会有外耳道瘙痒的现象，所以要多注意这种情况。第二个，上火了，如果你最近吃了很多上火的东西，或者经常的熬夜，就可能会上火，这时耳朵就可能会有瘙痒的感觉。如果是因为上火，就要注意饮食了，好好休息，或者呢常喝点蒲公英根茶，有清热降火的作用。第3个，外耳道炎。外耳道炎在生活中很常见，它会使耳朵内部感到不适，出现疼痛、瘙痒的情况，所以也不要忽视了。建议大家不要经常的掏耳朵，要避免耳朵进水，适当的补充营养元素，这样对耳朵健康。长寿其实说难也不难，说简单也不简单，这和平时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呢是有很大关系的。那饭后半小时是养生的好时候，若能够坚持做好2件事，或许有助健康长寿哦。第一个，饭后坚持走路。俗话说，饭后100步走，活到99。吃完饭后半小时出去呢走一走，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，还能帮助稳定血压和血糖，对身体健康有帮助。第二个，饭后呢吃点水果。大家吃完饭半小时后，可以适当的吃点水果，比如草莓、葡萄、香蕉等。这些水果可以为身体补充维生素和微量元素，对身体健康是有很大益处的哦。那除了做好这2件事外，还可以呢喝点养生茶，比如蒲公英根茶、苦荞茶、菊花茶等。经常喝茶呢，对身体健康也是有帮助的。功能就是进行气体交换。那现在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也提醒我们，肺部健康对我们是多么重要。那肺不好，除了咳嗽，还有哪些表现呢？第一个，气短。很多人在说长句子或者是跑步的时候会出现气短、肺活量不足的情况，那么这就可能是肺功能不好的表现。
第二个杵状指。这个呀，经常吸烟的人要多加注意。如果呢手指头变粗，而其他地方不粗的话，那么就要考虑很可能是肺部不好了。那肺不好的人，平时啊可以多用罗汉果泡水喝。罗汉果性凉味甘，入肺经，有很好的润肺止咳、生津止渴的作用。除了罗汉果呢，蜂蜜柠檬片泡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。好了，又到了养肺的好时候了，尤其是这次的疫情，让我们呢更要学会保养肺脏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，没事的时候可以在家做一做哦。这个方法呢很简单，就是搓手腕。在我们手腕这里啊有个太渊穴，也就是手腕横纹上拇指根部凹陷处。那太渊穴属手太阴肺经，具有宣肺化痰、止咳平喘的作用。按摩时将两个手腕交叉转动对搓，要让整个手腕都被搓到。每次呢3到5分钟，每天可以早晚搓一次。这样搓手腕能帮助呢增强肺气，提高免疫力，养肺效果呀非常好。除此之外呢，还可以用蜂蜜柠檬片泡水喝。也有清肺润肺的功效，也比较干燥，这时肺部就很容易出现问题，所以我们要对肺部进行保养。下面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可以帮助养护肺部。这个方法就是拍打手臂上的肺经，也就是手臂的内侧。大家拍打的时候，可以将手握成空掌，然后呢，从胸前开始，沿着手臂内侧拍打。每天睡前拍打5分钟，注意要从上到下拍打，力度适中。这样拍打手臂可以疏通肺经，调补肺气，改善肺功能。那坚持一段时间，肺部也会越来越好哦。养肺的方法呢有很多，除了上面的这个方法，也可以通过食疗的方法多吃养肺食物，比如雪梨、蜂蜜、柠檬片、大白菜等。还有经常的大笑也可以扩张肺部，排出肺部浊气，对肺部健康有帮助哦。呼吸作用，如果肺部受到损伤，对身体健康是有很大威胁的，尤其是经常吸烟的人更要好好养肺。大家可以用食疗的方法，常用2物泡水喝。第一种，蜂蜜。蜂蜜是一种很好的食物，营养丰富。蜂蜜富含多种维生素、蛋白质以及微量元素，具有润肠通便、润肺止咳、美容养颜的功效。所以肺不好的朋友常用蜂蜜泡水喝，能够帮助强健肺脏，保护肺脏健康。第二种，桂花。很多人觉得桂花呀是一种有观赏性的植物，其实桂花还有很好的药用价值。用桂花制成的花茶也是人们经常喝的。那桂花香气浓郁，具有止咳化痰、清肺润肺的作用。经常的泡水喝，可以帮助排出肺部毒素，对肺部健康有帮助。想要肺脏健康，平时还可以多大笑，大笑宣肺，不仅对肺部健康有帮助，也能够让你更年轻。环境越来越差了，再加上呢，有些人抽烟，导致肺部受损，经常出现胸闷气短、咳嗽的情况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用2物泡水喝，可以帮助清肺润肺。第一种，蜂蜜。蜂蜜是一种很好吃的食物，很多人都喜欢，并且营养丰富。蜂蜜中含有多种维生素、果糖、葡萄糖以及微量元素，具有清肺润燥、美容养颜、缓解便秘的功效。那经常用蜂蜜泡水喝，可以清理肺部垃圾毒素，有很好的养护肺部的作用。第二种，罗汉果。罗汉果被称为神仙果，其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、果糖、葡萄糖，具有清肺利咽、化痰止咳、润肠通便的功效。那肺不好的朋友用罗汉果泡水喝，可以帮助保护肺脏健康哦。好了，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的问题，可以给木子留言。拜拜。